哟，我来了，欢迎来到投机实验室。价格行为 （price action） 是一种极为流行的交易方法，市场上流派众多，最被熟知的应该就是裸 K 派。裸 K 派认为 K 线图上不应该有任何指标，只依据 K 线去进行交易才是最好的方式。在我对指标和组合策略还一知半解的时候，我也曾经是清凉裸 K 派的成员。不过现在，我开始有了一些新的看法。价格行为如果只强调 K 线而无视其他指标，未免有些片面。K 线图和指标、组合策略这些都是助力交易的工具。如果有好用的技术工具对分析盘面和交易有利，完全就可以拿来融入到自己的交易体系中，并不断的进行优化。接下来我就结合实例，将我每次使用价格行为进行交易的3个步骤完整的演示一遍。根据这3个步骤操作，不仅可以减少各位冲动交易的行为，还能更好的发现确定性强的交易机会。而你要做的，就是去打爆我的订阅按钮，就像他欠了你很多钱一样。这是比特币美元的 K 线图表。如果我们平时习惯做短线，就可以主要参考15分钟、1小时、4小时这3个小钟大级别的图表。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判断大周期的趋势。交易是由买入和卖出组成，买入和卖出就形成了订单，订单构成了 K 线， K 线可以组合成 N 字结构， N 字结构的叠加就可以构成趋势，而趋势的牛熊转换就形成了经济大周期的循环。通过这个演变关系，我们可以知道 N 字结构是可以构成趋势的，上升趋势就是由很多个包含了更高的高点和更高低点的 N 字结构组成的行情。随着第一个涨跌涨的 N 型出现并叠加，就出现了更高的高点和更高的低点，而更低的高点和更低的低点的 N 字结构组成的就是下跌行情。可以看到，图中的4小时图表就是由多个更高高点和更高低点的 N 字形组成。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大周期处于上升趋势。根据顺大势逆小势的交易原则，我们可以选择在价格发生回调时入场做多。那么回调到什么位置比较适合入场呢？当然是可以预期的价格有概率发生停止的区域，这种位置才有参考价值。所以第二步就是标记出这波上升趋势中的价值区域。价值区域可以是密集成交区、供给需求区、明显的波段高低点、斐波那契的重要回撤位置，或者是整数关口这些心理支撑位。通常这些位置都是潜在的价格会出现停止行为的区域，因为依据这些位置进行交易的资金非常多，导致这些区域附近会分布着大量的未成交订单，而未成交订单的数量会直接影响价格的运动。这些位置往往就是盈亏比最好的交易点位。那么当价格再次接近这些价值区域，我们该如何确认这些位置是否真的能使价格产生停止行为呢？这就需要第3个步骤进行验证才能入场。一般来说，大级别的行情会压制小级别的走势，小级别的走势也会影响大级别的行情。我们切换到1小时或者15分钟图表，去观察这些小一些级别的图表中是否出现了价格反应。比如，当价格回调到上升趋势中的价值区域附近时，出现了头肩底、双底、长下影线、pin bar 这些明显的反转形态，或者 MACD 背离这种表示原本强势的一方开始在这个区域变弱的指标信号，都可以起到确认价值区域是否有效的功能。这就是我平时用价格行为去交易的3步框架，最后可以得出交易方案。因为价格回调到价值区域时，1小时图表出现了 MACD 的半神底背离，可以判断此价值区域有效，所以选择在这个位置入场。随着行情的推进，随后价格在15分钟级别走出了头肩底结构，那在突破颈线的位置就可以选择加仓一部分，止损就设置在价值区域的下方，第一止盈位可以选择再上一个波段高点的附近。随着价格继续变动，4小时级别也走出了头肩底形态，我们剩余的部分仓位就可以大胆的继续持有，博取更高的利润。这时候我们还可以将止损上移到入场价位置，这样可以避免行情出现剧烈波动后导致盈利转亏损的情况。可以看到，这笔订单的盈利空间非常的可观，简直是干一单吃1年。我们再看一个空单的例子，这是欧元美元的4小时级别图表。第一步，根据 N 字结构的更低的高点和更低的低点，可以判断出当前的大周期呈现下跌趋势。那我们就主要考虑在价格反弹到价值区域时入场空单。所以第2步，我们就选择矩形工具，标记出这段下跌趋势中的价值区域。第3步，可以看到1小时级别图表的价值区域出现了双顶这种反转结构的同时， MACD 也出现了顶背离。由此我们可以选择在 MACD 实行转虚新筑的位置入场空单，止损就设置在价值区域上沿，止盈可以选择分批止盈的方式，在震荡区间的底部出一部分，在前低位置出掉全部仓位，
这笔空单的收益同样不小。好了，价格行为交易的核心体系就是这些了。如果你已经在考虑使用这套系统，它绝对值得你花时间去优化。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，以免错过更有利可图的交易系统。祝你早安、午安、晚安，拜拜。